给我瞄准了。你绝对想不到，眼前这个看似年纪轻轻的中国小伙，竟是咱们的太极实战第一人。他叫韩飞龙，虽然看起来年龄不大，但在擂台上的表现却极为出人意料。各种华丽招式与传统太极动作相配合，使得比赛的观赏性大幅提升。甚至有许多老外看了他的比赛后，都被吸引去练习太极。而且在他的比赛中，不少外国选手都被他的太极招式所吸引，就连打完比赛后都巴不得让他教上2招。韩飞龙可是从小就跟随太极宗师王占军习练太极功夫，不管是知名度、实力，还是各方面的比赛荣誉，在传统武术界都属于顶尖级别的存在。韩飞龙也不负众望，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一步步从一个无名小卒成长为如今的太极功夫代表人物。这一路走来，可谓历经千辛万苦，极为不易。然而，这个世界就是如此，有正面角色就会有反派角色。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外国选手看到中国传统功夫在国际擂台上发展得如此迅速，不由心生嫉妒，所以很多老外不惜冒着被打废的风险，特意前来中国踢馆。今晚这位名叫达米诺夫的选手是一位来自美国的选手，他年仅23岁，但职业战绩却相当恐怖， KO 率更是高的吓人。不过显然他并没有将咱们的太极功夫放在眼里，更没有将韩飞龙放在眼里，甚至在赛前还大放厥词，说要在1个回合内让韩飞龙知道什么叫做美国功夫。面对如此嚣张的外国选手，韩飞龙自然有义务好好给他上一课。那么在比赛开始前，还希望屏幕前的各位兄弟能够长按点赞3秒。咱们直接来到今天的比赛现场，身穿白色功夫长裤、红色拳套的便是咱们的中国选手韩飞龙，而身着蓝色拳套的则是来华踢馆的美国选手达米诺夫。别看此时的韩飞龙年龄不算大，但他可是传统武术界实打实的明星级选手，早期还曾在央视举办的6大门派比武大赛中获得过第1名。比赛开局之后，他也没有表现的激进，而是稳扎稳打，先做一些试探动作。韩飞龙知道，想要打出绝对的压制场面，必须先了解对手的打法习惯，这样才能更有力地展开下一步动作。这个级别73公斤级啊，所以你看这个韩飞龙这个出拳呀、出腿和一般练自由搏击不一样。对，就力量是有的。对，对方晃悠了，接腿漂亮。嗨，你看韩飞龙的动作是吧？漂亮的手身踢，他这是利用围绳的反的作用力，他借助围绳的这个回弹力啊，顺势做了一个这个舍身踢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比赛开始没多久，韩飞龙就给对手送上了一次击倒读秒。这次击倒读秒不仅是在宣示自己的主权和地位，更是在告诉这个外国选手，挑衅中国功夫就是这样的下场。不过很显然，这位美国选手并没有把这当回事，反而一脸不服气地看着韩飞龙，貌似准备在读秒结束后直接给韩飞龙来一波狠的。不过在韩飞龙面前，外国选手的战术打法普遍他都早已习惯，感觉面子上挂不住的达米诺夫此时竟然选择下前抱摔。要知道，这可是一场自由搏击的比赛，如此动作更是完全犯规。我觉得还要打拳，打拳还是好，效果好。对方这个力量还是有的，转身的后摆腿，他刚准备接腿了。转身后蹬，这蹬啊！嗨，这转身后蹬又这转身后蹬腿，其实他是想蹬对方的大腿。对了，但蹬得有点高。OK， 这没事。我相信这样的动作是无意的，这样子给对方有一个休息的时间，是按规则规定你。或许是比赛规则的改变让美国选手感到极为不适应。然而，咱们的韩飞龙可是主场作战，各种太极招式施展的让达米诺夫眼花缭乱。从开局到现在，两人的点数始终被拉开差距。美国选手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别说赢下比赛了，能够坚持到比赛结束，恐怕都是另一回事。当然，韩飞龙也没有因此而产生任何同情心，因为他知道这场比赛不仅是一场荣誉之战，更是宣示咱们中国太极功夫主权的证明之战。他必须拿出100%的实力，让台下拳迷一起见证这辉煌的一刻。跳膝，被对方干扰了，两人就到内围，没有动作，分开，重新组织进攻。刚才韩飞龙又踢到了，又踢到了，再一次读秒，对方又晃悠了，看，第2次强夺，如果在一局比赛有3次强夺，这场比赛的题目是这样的。看看韩飞龙能不能抓住机会。再来个10秒，要不要再做多少？跳膝漂亮，双飞，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能不能抓住机会？转身踢，没有机会了，没机会了。
哦，镜头一转，我们终于来到了第二回合，双方在第一回合的表现，我们也都有目共睹。韩飞龙从开局到首回合结束，全程都在主动出击，各种太极动作也是做得让人眼花缭乱。面对这种在赛前对咱们中国功夫进行贬低的老外，根本不需要任何的尊重可言，只需要全力去做一件事，那就是将他们给 KO， 让他们感受皮肉之苦，最终让他们滚回家。对，它有它的特点。来了，要做一个剪刀脚。嗨，能明显看出两人的实力差距其实很大。不过这时美国选手依然不服气，竟然还想着模仿韩飞龙打出一记太极神技。不过很显然，他对这种招式根本毫无了解，反而让自己闹了笑话。都到了这个节骨眼上，这个美国选手竟然还想方设法的嘲讽咱们中国功夫，这一幕也是让韩飞龙看在眼里，心里十分不爽。于是他也决定全力以赴，加强自己的攻势，让这个外国选手好好的尝尝记性。没法打，没法打，没法打，因为对方实力啊，各方面都在他之上。所以只能用这种非常规的手段，看看能不能就是一击必胜。黄豆预判到要出腿，准备下劈，准备做下劈腿，后腿的下劈腿，没有进攻的距离。哇 ，no， OK， 啊，不能借助围城，要挤进去，要推开。要分手，时间1分1秒的过去，此时第二回合也临近尾声。虽说这场比赛进行到现在，二人在进攻与防守之间的差距很明显，韩飞龙始终处于优势状态。但可能有些观众会问，韩飞龙身为太极实战第一人，对付一个美国选手，竟然需要费这么大的力气？其实不然，在韩飞龙的很多比赛当中，他都有实力直接将对手提前终结。但他其实是为了借此机会，向更多观众展现咱们中国的传统功夫，让他们知道太极功夫并非只在广场上出现。下回合手剩的时间不多。打住了！哦，还能不能起来？还可以。哦，不行了，裁判已经终止比赛了，打。对方在这个低头的时候，韩飞龙的一个勾拳，最终比赛结束了。韩飞龙运用自己的实力，在最为关键的时刻，径直将那嚣张的美国选手给 KO 终结。这一幕让台下的中国拳迷感到特别自豪。那么，你认为太极实战第一人韩飞龙在擂台上的表现怎么样呢？记得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不见不散。